下面我们要介绍一下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的发展阶段。精神分析论的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描绘出个人从出生到成人为止的性心理的发展阶段。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对其他諮商与心理治疗的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是其他取向建构与发展的基础。性心理发展阶段是弗洛伊德主张从出生之后依序发展的过程，分为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出生后头1年的口腔期，第2个阶段是1到3岁的肛门期，第3个阶段是3到6岁的性雷期，第4个阶段是6到12岁的潜伏期，最后一个阶段是12岁以上的性器期。弗洛伊德认为，早期发展的3个阶段如果无法顺利完成，常会导致个人将来接受心理諮商时需要处理的困扰问题。我们来介绍一下性心理发展的这些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口腔期，出生到1岁之间，婴儿借由吸吮、咀嚼获得快感，喂食活动特别的重要。如果婴儿太早或突然断奶，可能会造成长大以后偏向悲观、退缩、渴望亲密接触跟配偶、过度依赖等等的情况。如果适当的发展，长大则会倾向开放、慷慨与乐观的性格。第2个阶段是肛门期，1到3岁，这时候原始欲力的满足主要来自于大小便时所产生的刺激。肛门是形塑主要性格的重要部位，主要的发展任务包括学习独立、接纳个人能力，以及学习表达愤怒、攻击等负面的情绪。这时候父母亲的管教方式对孩子以后的人格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如果顺其自然，就会获得比较好的发展。第3个阶段是性雷期，3到6岁，这时候男童的性雷期有一个叫做伊底帕斯的情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恋母情节。在这个阶段当中，男孩渴求母亲的爱，女孩的性雷期是伊蕾莎情节，也就是恋父情节。女孩在这个阶段渴求父亲的爱。儿童的恋亲的情节，经由认识现实的环境超我的发展而得到调试，转而模仿同性别的双亲之一的行为，并经由认同的作用形成个人的人格的价值。第4个阶段是潜伏期，6到12岁之间，在这个阶段的儿童兴趣渐渐的扩大，注意力从对自己的身体和与父母的感情逐渐转移到周围环境的事物，原始欲力呈现潜伏的状态。这个时期的男女儿童之间对性别特别敏感，异性的关系比较疏离，比较喜欢跟同性别的其他儿童互动。团体活动的时候，经常也是男生女生分开来进行活动。第5个阶段是性器期，从12岁之后，大致来讲是从青春期开始之后就是性器期，个体的性器官渐渐的成熟，两性在心理和生理上特征有着显著的差异。这段时间也对异性产生兴趣，开始有两性生活的理想，有婚姻家庭的意识。
18岁以后成年人的核心特征为能够自在的爱与工作，包含逐渐减除父母对自己的影响，以及拥有关爱他人的能力。